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前两天呢，我一时兴起想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子。我问 AI， 你究竟会代替人类哪些工作呢？得到的答案呢，令我陷入了沉思。现在已经有一些岗位不再需要人了，而未来呢，很有可能会有更多的岗位被替代。于是我突发奇想，大胆的想了一下，假如有一天 AI 取代了人类所有的工作，那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如果说 AI 不断的进化，最后产生了自我意识，甚至是情感，那它会不会变成人呢？今天我们就来大胆的聊一聊 AI。 人工智能啊，也就是 AI， 全称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是指由人制造出来的机器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我知道大家都在非常认真的工作还有生活，每天都很不容易，但是 AI 确实已经可以代替我们的一部分工作了。那不知道这里是否有你正在做的事情呢？像制造业的流水线工作、基础客户服务类的翻译与语言转换这一类的、数据输入处理这类的， AI 它自己说的像这一类重复性比较高的、规则明确的工作是很容易被 AI 自动化系统取代的。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全球的就业压力偏大，人们的生活压力也会逐渐的提高。随着岗位越来越少，像以前有10个岗位10个人，那每个人都有一个岗位，到后来只剩下5个岗位了，那就意味着每2个人就要去争取那1个岗位，再到最后只剩下那1个岗位了，那就意味着10个人都要去为那1个岗位而努力，那这是多么大的竞争压力啊！也就是说，越少的工作岗位，竞争就会越激烈。但是假如有一天人类所有的工作都可以被取代没有工作了，那是不是就不存在竞争工作这一说了呢？那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那不工作哪有钱啊？那没有钱怎么活着啊？对吧？问得很好，那就先从生存问题、粮食的问题开始。既然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了可以代替人类所有的工作，那自然像播种粮食了收获粮食了这类事情，它也一定可以完成。所以说人类可能并不会因为粮食问题而发愁，至少说生活的基本保障是没有问题。由于工作不再是获取收入的主要方式，那政府呢很有可能会引入普遍基本收入，用来确保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因此我们会有更多的闲暇的时间。当人工智能接管了我们的工作以后，人们就会有更多的精力放在像个人爱好上家庭生活和社交活动，整体的生活质量呢也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人们很有可能会更关心家庭和社区的关系，那家庭幸福感指数也是哇飙升啊。当然也有可能会存在因为过度依赖科技和 AI 导致呢人与人之间缺少真实的互动，那人们很有可能都会变成行走在网络中的数字人。总之，如果人类社会并不再需要通过工作去赚钱，那人类的生存动机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以前的人们很有可能是为了粮食或者是基本的生活去奋斗，但是呢，现在人们可能更会去追求自我实现、社会贡献、知识探索、艺术创作等等这种更高层次的目标。内在动机像这种满足感啦、创造力啦、社会认可啦，很有可能会成为驱动人类行动的主要力量。这个转变呢，可能会推动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甚至会不会带来新的文艺复兴呢？前一阵子我看了一本书是李飞飞教授所写的《我看见的世界》在这里呢，李飞飞教授说，人工智能的革命必须要明确的以人为本，应该始终致力于提高人类的能力，而不是与人类去竞争。然后我就在想，我们跟人工智能的区别是什么呢？我查过资料之后发现，原来人工智能目前跟人类的区别就是缺少人类的情感和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它目前还是一个可以被控制的机器人。但是因为它在不断的进化、不断的进步，像现在这个 ChatGPT 已经是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讲话了，甚至还可以改变语气非常的神奇。如果说让它不断的去模拟学习人类的情感，在什么特定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感，比如说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哭那会不会也许有一天
真的可以拥有跟人类一样的情感呢？到时候我们真的应该去考虑一下了，到底谁才是真的人了？不过不用担心，目前想要完成这一点，这个工程量是十分的庞大的，因为人类的情感是极其的复杂，它会受周围很多种因素而改变。比如说本来挺开心的，走着走着突然被楼上哪个不讲文明的人泼了一泼水，那你这心情瞬间就不好，对吧？也有可能你这个本来考试没考好，很低落，回家的时候突然老师给你打电话说不好意思刚刚判错了，其实你是第1名，那你瞬间心情可能就好起来了。这有无数种组合，也会出现无数种结果。想要学会人类的情感和自我意识，那是需要大量的模拟、实验和训练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学习。有一个很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叫拉普拉斯，他提出来了一个思想实验，叫做拉普拉斯的妖怪。这个很有意思在这个思想实验中呢，拉普拉斯设想是有一个全知的存在，假设他知道宇宙中所有粒子的当前位置和速度，以及所有的自然法则。那根据他的观点来说，这个全知的存在是能够精准地预测过去和未来的所有事件，因为宇宙中所有的事件都是由确定的自然法则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一切的自然法则和初始条件都被完全的理解了，那么人工智能说不定真的可以学习人类的情感。假设说有一天 AI 提取了人类的这个 DNA 用上跟人类一样的皮肤拥有跟人类一样的情感，还有自我意识，那它还算不算人工智能？还是说已经可以被称作为人了？加上说全球少子化严重，那会不会未来全都是人工智能的人呢？而我们会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的淡出当然以上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突发奇想按照人工智能自己说的人工智能发展的阶段可以分为3个阶段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目前我们现在使用的 AI 是处于弱人工智能的阶段。那什么是弱人工智能呢？它的定义就是说专注于执行特定任务的 AI 系统，能够在限定领域内表现出色，但是无法通用化应用到其他领域比如说现在下载的这个 ChatGPT Siri 这一类的都是。目前呢，它可以完成的任务像翻译了日常对话了、自动驾驶了、分析数据了绘画了、制作音乐了等等等等，能做的事情还是挺多的，已经可以满足日常的一些需求了。强人工智能有一些核心的特征像通用性，它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和任务中表现的出色，类似于像人类一样可以灵活的处理多种类型的问题。它也可以自我学习、推理和理解，以及拥有意识和自我认知。这个就真的已经很像人了。达到了这一步的话，基本上就与我之前提到的人工智能是不是已经可以称作为人这一水平了。那超人工智能，它的智能水平呢，在所有的方面都已经超过了最聪明的人类，它能够在任何任务上超越人类，拥有无可比拟的计算速度、记忆容量、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推理能力等等等等。它已经对人类产生威胁了。试想一下人类如何控制一个比人类自己还要聪明和智慧的存在呢？就可以理解为是神了。可能呢，在他的认知中已经不再需要人类社会的参与了，甚至很有可能将我们人类视为障碍或者是无关紧要的存在。在我小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看过，叫《终结者》。那这电影呢，讲的就是说，在未来人工智能产生了自我意识，他认为人类是阻碍他们发展的根源，所以决定消灭人类。然后人类分歧反抗不停的这个周旋，大概就是这么个故事。那这么看，这个阶段的人工智能应该可以算是人类的反派了，只能说是越来越恐怖了。目前来说这个人工智能想要从弱人工智能到强人工智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比如说这个著名的未来学家这位先生，他曾经预测说强人工智能很有可能会在2040年左右实现。这么看好像也没有多久，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呢，从强人工智能到超人工智能还是需要更久的时间，也许可能上百年甚至
上千年。用李飞飞教授说的一句话，人工智能是如此宏伟，如此强大，如此反复无常，既能轻易的激发灵感，也很容易摧毁一切。那我们人类究竟应该怎样开发和运用人工智能，确实是我们应该慎重考虑的问题。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我要讲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对人工智能有哪些奇特的看法，也欢迎留言，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